你追的他？对。追了多久啊？挺长时间。多长？能有半个多月。嗨，所以人家说男追女隔座山嘛，女追男隔层纱嘛。你看半个多月就算长了。跟他处之前已经很长时间也没处对象了。所以也是挺快被征服了。那被征服了就成为人男朋友就受着呗了，怎么现在又反抗了呢？开始的时候啊，挺好的，小鸟依人嘛。然后他要求我要告诉他的那个微信密码、QQ 密码都告诉他。谁知道这就是点火索。他知道了我这些密码以后，他天天看我手机，天天翻通讯录啊，然后就问这个是谁呀？什么关系呀？那个是谁呀？什么关系呀？你就跟他说呗。我跟他说1遍不行，说2遍不行说的我都烦了。然后他就生气。我们俩出去吃饭，我有一个朋友都打电话来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朋友。那明明就是个女的好吗？不，就是女的又怎么样呢？哪来那么些女朋友啊？主持人你不知道？你是不知道他那个微信朋友圈总共有80个人，50个都是女的。你一大老爷们儿，50个女的，你挺有面子呗？你行，你先别吵吵，你先听我讲。我怎么就要吵吵了？你看你办的那些事儿。你说上去就把我电话抢过来，大声的说：“哎，你谁呀？我是他女朋友。”那我没事，你别跟他联系了，他都有女朋友，你跟他联系什么？我朋友跟我说事儿，很正常的事儿。你至于这么样吗？我们出来约会，然后一起吃饭，本来是件挺美好的事儿，正吃着呢，电话打过来了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，那什么朋友啊？不是他们说的内容是什么？就嘻嘻哈哈的。我跟你讲，就差手舞足蹈了。你吃醋了是吧？你说我能不吃醋吗？对，这事儿你做的不好。还有我一个朋友是护士我奶奶那阵儿正赶住院。你别说那护士，一说护士我都丢人，真的。你好意思说那个护士吗？不是，这护士怎么了？护士我曾经跟她处过几天，很短时间我们俩就分开了。前女友前女友。他也没告我前女友啊，就说是朋友啊。但是很快就分开了，就是朋友关系。我奶奶住院嘛，我一个人照顾不了，因为我奶奶很胖。我找她吧，她说她要工作，上班也没时间。正好我那朋友在医院工作我就找他过来帮忙。谁赶巧那天他下班就早了，提前过来了。那我不是想去医院看看俺奶啊？你明知道是去看俺奶，俺奶是个病人，你去了以后就丧丧个脸了。你把他弄在那儿，我能不丧丧脸吗？那当时你不在，我没办法呀。之后你来了，我不赶快把他弄走了吗？那你肯定是有鬼呀，背着我偷偷摸摸。你也是魅力太大，人家怎么能放心得了？是吧？他这还有魅力啊，主持人呢？对，是吧？他有魅力是吧？行，就是这么不相信我。行，那这事咱先不说了。哎，你给我说说那个刚生完孩子那个产后抑郁症那个女的呗？不是，产后抑郁症的。你说的就是主持人，这事是这样的。说啊！大半夜呢，我睡得正香呢，来个电话了，他就一直搁那嘻嘻哈哈，一憋气给我吵醒了。我起来一问，他说是他一个朋友生完孩子了，得产后抑郁症了，他在安慰呢。你大半夜给你打电话，他抑郁怎么不找他对象，找我老公，找你干嘛呀？他生完孩子跟他老公老总吵吵，是谁的？所以抑郁了。他正好找着我了。那我就开慰他呗。他对象在家怎么不找呢？你说他晚上都不睡觉给你打电话，他不抑郁才怪！我跟你讲，你说的是对的。抑郁有一个表现，他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跟我那朋友提到他说，哎，我的对象挺好的哈。不是，我也特好奇，你朋友产后抑郁干嘛找你呀？就是赶巧了嘛。怎么就那么巧啊？那天上掉个馅饼怎么不打你头上呢？我就问我问你啊，姑娘，这个有倒霉催的吗？这是有几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。他经常给你男朋友打电话，还有一种就打了那一天，哪种？平常我都睡着了，我哪知道啊？我根本就没有经常跟我什么女性朋友多联系。自从跟了他，真的是没有跟没有。就是你女性朋友确实也很多而且我都已经公告天下了，我有女朋友了。哎，你说这个事儿，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，你前女友还送你个钱包呢，怎么回事啊？不，什么时候送的呀？我哪知道他认识之前，完我认识你让大家评评理呗。认识之前送你个钱包，现在还留着，你旧情难忘吧？你现在是？那是生日礼物，不是定情信物，你过生日我也可以送你啊，不就一个破钱包吗？几个钱呢？不是你送了吗？没有，他不舍得扔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那个表妹怎么回事？你看他
朋友吃醋不说，嗯亲戚他也吃醋。你说是亲戚就我是亲戚，谁知道是不是亲戚啊？我表妹跟我从小一块长大，不行，这个事儿我说，主持人是这样的事儿的。嗯他有个表妹在国外上学，然后平常也不回国，人俩可倒好哈，一个礼拜7天哈，就差8天搁上面聊天了，亲亲我的，哎呦这家乐的呀，你是不知道乐的可开心了哈。然后前一阵儿他表妹突然回国了，回国了，完了以后我还挺开心的哈，我寻思把他家里人介绍给我，咱们也认识认识。人可倒好，俩人出去吃饭把我撇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我和表妹起源单独吃饭，你兄妹关系这么暧昧呀、真是表妹啊？确实是表妹，谁信呢？姑表亲、姨表亲呢？姨家的啊，你看是表妹，没事了，这事儿就过了。好，行，表妹好，没有我再原谅你。你手上那个网站，天天没事都有我有对象了。网站，世纪佳缘吗？什么意思？他还上你们世纪佳缘？我单身的时候上世纪佳缘，这很正常他嘛。单身的时候上世纪佳缘，他现在有女朋友了，有对象了，他还上啊？天天上那个倒霉网站，怎么叫天天上啊？哎呀呀天天呀！上。你说，确实不是天天上。告诉我你的 ID 号，我给你黑了因。为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有人关注我，然后男人你说的你一个虚荣30岁的心大老嘛爷们儿了，成天聊些小姑娘，你要不要脸呢你？不用说的这么夸张吧？哪本来聊了？就是啊我就是上去看看谁关注我，我就看那么一眼嘛。这就老牛啃嫩草，你知道不吗？你现在还关注呢？因为我跟他以后这个就没有取消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有时候会发短信，谁关注你了？谁关注关注你，你了呀？你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关注？哎，你让我关注关注呗，你给我申请个号呗。行，你这事儿确实你不对啊！你吃醋我所有的理解事都。他不对，还说我霸道。你是特害怕他跟别的人跑吗？他敢跑吗？你问问他。他要跑了，你能怎么着他呀？我理解你对呗爱我吗？追啊！腿打折。你不尊重我。我怎么不尊重了？公共场合的时候，你看像他现在，我现在多温柔啊！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有自尊心的。你在大谁没有街上就我还有喊呼呢我，就打我。我和同事吃饭，您好意带他去吗？挺高兴的事儿，吃吃喝喝的嘛。我才喝了1瓶。什么酒？白酒、啤酒啊！他闻味儿都能倒，还喝1瓶，主持人，你想想。那我也不至于喝1瓶就怎么样。他倒好，站起来。我当时2感就下起来了。是这样的，他那帮朋友哈，都是这狐朋狗友，老惯他，他傻乎乎的就猛喝，我就得提醒他。我哪回都没像你说那样，我顶多就是吐一吐，吐好了完我就睡觉。了，你还想怎么的呀？我就吐了，我也没像别人耍酒疯啊，这个行把刀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得提醒他呀。行，就通过这件事就证明他没有自律性。他不在机场上班吗？大家都去过机场，都坐过飞机，大家都知道那机场那空姐那不成片的吗？那空姐啊又贤惠，美丽又大方，一笑露8颗牙，那谁能受了啊？虽然我知道人空姐肯定看不上你。但是哪个癞蛤蟆不想吃天鹅肉啊？他不这样，我能放心吗？我几双眼睛能盯着他呀，天天的。我都癞蛤蟆了，他还愿意追，还往死追我，还离不开我。那我当初哪知道你是只癞蛤蟆呀？你当时觉得他是？撑死也就黑天鹅吧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别的大矛盾吗？再就是他不满意我的工作。总觉得我这个工作没什么前途，还众多女人在这儿。你都干6年了，你也没有提升了什么空间什么的。我这工作多稳定啊！你为什么不去学习啊？不是工作很稳定，稳定啥呀？有保险，主持人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在什么都有。主持人这样，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父母不太同意，因为觉得他没什么文化，然后工作也不太好。我就想让他业余时间去学，哪怕学个技术也行啊，学个学历，他就不学。我从小家庭环境可能有点不好，就是造成我对学习不太感兴趣啊。咱就是普通人，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普通人不能上大学了，不能学习了。你看你那点文化吧，怪不得话都说不明白。说不明白跟文化没有关系，我是叫你逼的。我现在都话是不是说不明白，是不敢说。谁不让你说了呀？你天天的跟我嗷，我怎么说话呀？我本来是一个脾气挺好的人，所有朋友跟我处的时候都很和谐。好，就到了他以后，天天发脾气。你是想跟他分手，还是想让我们帮你劝劝他？最好是能劝劝。其实他不犯病的时候对我挺好。谁犯病啊？你才犯病啊！你全家都犯病。哎！我不分手，凭什么分手啊？你就必须跟我在一起，你还能找着谁呀？看起来好像少点信任。
看起来吵吵闹闹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大的风浪，其实我看这个情感啊，问题还挺严重的。不知道老师们怎么看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孩，你先把你在世纪佳缘上的 ID 号告诉我，然后我马上呢就叫人把你的这账号给封掉，这个否则我们都回你手里了。这收视率多高的节目啊！这只是他的问题，跟网站没有关系。这绝对是你的问题。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你还要在交友网站上去搭拱，你就不应该去上了。我们不是排斥说不能有异性的朋友，但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，总是在那么赶巧的时间有女性在跟你联系？你很享受这种跟异性的这种沟通，这一定是有你的问题的。你已经现在不是单身了，你不应该去上交友网站。你为什么要上去？可能算是男人的虚荣心吧。这跟虚荣心无关，你赢得的不是虚荣，而是你享受那种暧昧。既然你不知道恋爱应该是单对单的，那就别怪你的对象给你1对1的免费教学。真正的男人，第一有责任感，第二自律，第三要为对方着想。女孩，你表现得过于强势，我都替你觉得很累。你真是要做他的妈吗？我不想。你肯定不想，但你种种作为都是在以妈的姿态教育儿子。他为什么要享受跟异性的暧昧呢？因为他从那些异性身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尊严，可以找到快乐。你越管他，他越觉得压抑，他越会去找自己让自己感到轻松的那些异性去倾诉。你再把他往异性身上推呢？那我这样不也是为他好吗？你心里是想为他好，但你所有的作为都是在破坏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给男人尊严，给男人自信，同时给男人一定的空间，好吗？这是我对你们俩说的话。我知道你怕什么，姑娘，你不就怕他跟别人跑了吗？他不敢跑啊也，他也不能跑。你既然这么自信，你管他干嘛？那我就心里不舒服呀。那你老婆跟别人男的聊天，你舒服呀？我老婆有不少男闺蜜。你看没看人家老婆？你再看看你呀。对，你看看人家老婆，你看。你的意思是，她也可以有一些女闺蜜，对不对？她就不应该找。为什么同等标准到你这儿，就是我老婆可以有男闺蜜，所以你可以有？你告诉你老公，那我也有女闺蜜，她就不能有，对吗？对。你这叫双重标准，姑娘，你是不是怕他有出轨、劈腿？有点吧。所谓的霸道的背后就是不自信，姑娘太不自信了，管是管不住的。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可以在外面跟别人沟通，可以有正常的交往，包括女孩，只要有一次出轨，有一次破坏原则的时候，绝不可能原谅，必须分手。如果你有信心成为一家之主，你就把这个家规立好了，破坏了，扫地出门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家规，你成天看，迟早出事儿。小伙子啊，你这个有的地方是不对的。你既然跟他相爱甚至于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是吧？你就应该知道他能忌讳到什么东西。这个女同志在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，知道你的心爱的人他很忌讳这些东西，你还那么大大咧咧的，这个交往那个交往，你不让他心里头不烦疼吗？这方面说回来呢，我就是说这姑娘啊，越看得紧越看不紧，这她还算老实。我有一个同事的，我们经常在外边演出，他老婆一步也不离开他，看得紧极了。看住了吗？什么他也没看住，放着他。我看你敢不敢？也许他呢就觉得，哎呦，我的爱人对我这么样的放心，我绝对不能做出对我爱人有损的这个事情来。你看这样俩人多好啊！所以说你费那么大劲，你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实质上你是往外挤了他，对不对，姑娘？不管是友情之间还是爱情之间，但凡是两个人在交往，不管是男跟女还是男跟男，或者是女跟女，彼此之间一定会有交往的界限，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底线。夫妻之间是要有互相尊重的，都有彼此不可触摸的互相的底线。如果说把对方管得像条狗一样，这日子就过得没劲了。姑娘，为什么要在
众目睽睽、大庭广众之下，要把自己的男人羞辱成这样，说他是个癞蛤蟆，说他不要脸，你把他说的这么不堪，你脸上有光吗？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？即便他再怎么不好，何况他还没做出什么，在这儿连训儿子都不如。当时我看见你那个样子，我真是想他有毛病啊，在你这儿天天找羞辱。其实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认为交往的基础就是有问题。我们说一切的迷恋都凭借幻觉，所有的理解其实都包含误解。一切的忠诚都指望回报，所有的牺牲其实都附有条件。你比如说第一点，所有的迷恋都凭借幻觉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你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啊大长腿，你说要找一个高个子男生，然后觉得他脾气特别好，知心大哥，但是你有没有了解他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？你所看见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。第二，所有的理解其实都包含误解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认为他理解了你对他的全心意吗？你对他的声色利刃、深深的指责是为了什么？你觉得他能理解吗？他一直在摇头。第三，一切的忠诚都指望回报，好吧？他说行，你让我忠于你是吧？是吧？我忠诚于你，那你对我好点啊！你倒是对我好点，但也没见得你对我好一点，轻声细语一点啊！不要一天到晚像骂孙子一样啊！最后一点，所有的牺牲其实都附有条件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你很清楚。所以说你在想自己的事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想想他呢？曲总有一点我是很认同的，表面上看上去你这种人是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同情的，但其实你就是个坏人，你是一个温柔的害人精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脾气特别好，但他脾气特别好不是对自己老婆的，他对所有女人都这样的。你以为那些女人真喜欢你，愿意跟你聊？真正对自己好的只有自己的女人。你还知心大哥，你把自己的事儿先弄清楚了再说吧。你说呢？要想取得一份温柔，先给他一份信任；你要取得一份忠诚，先给他一份温柔。就这样。凡事都有度和分寸吧。生活里面有那么多关注点，天天关注他干嘛呀？你没事儿干了？生活除了男女之间的这点事儿之外，就没有别的了吗？你有其他的爱好吗？有啊。什么爱好？学习外语啊。你哪有时间去学习啊？你得盯着这个人喝不喝酒啊，你得看他有没有跟异性交往啊。你有什么爱好吗？我爱好不太多。你什么爱好？玩玩游戏啊。对呀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其实真是这个问题，因为你找不到自己心里的归宿，所以就变成了所谓的知心哥哥。说白不就臭聊天吗？臭贫嘴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在所谓一个爱情问题上的时候，你真是无聊之极了。供参考啊，两位冷静下来，请互相尊重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星顺呢，我今天来到这儿，最后就想跟你讲，我当初能追到你，就证明你就是我的。你今天是我的，你明天还是我的。你今天要敢不从这个门出来，你试试。其实我知道你很爱我，而且我也很爱你。毕竟在我不是很好的时候，你跟我在一起。但是我只想要一些自尊，想要一些公平，不想每天背负着压抑的心情。我不想这样一直过下去，你能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你今天是出来也得出来，不出来也得出来，哪来那么些话？哈哈。来，二位请换箱子吧。哎，不想出来就别出来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要是男生，我真得跑了。他是真不敢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！站着别动，矜持点，矜持点啊！其实我觉得朱老师说的对，我应该多看着他点好，他毕竟是爱我的，才不想离开我。我有些事儿做的也不对，是应该改的。
什么知心哥哥根本就不是我应该做的，做他专一的男朋友。